程颐这个名字是个文化密码，从傅诗琪到程颐的16年。瞻彼其玉，绿竹依依。这是《诗经·卫风》里的一句。2000多年前的人站在淇水的拐弯处，看见一片青翠的竹林，写下了这句诗。我前阵子翻东西的时候，本来在查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资料，刷着刷着，突然想到一件事儿。你猜怎么着？这句诗里的其字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聊的演员本名里的字。今天这期咱们不聊热搜，不聊数据，聊一个名字，一个被绝大多数路人忽略，但老粉应该都心照不宣的事儿。程颐这个人，从名字开始就有一条很中式的暗线在走。我做这期之前自己也没系统想过，越查越觉得，怎么说呢，有点东西。行，咱们开始剥这个洋葱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程颐，大部分观众对他的认知就停在这2个字。程颐2个字的名字干净利落，看一眼就记住。粉丝圈里有个梗叫程颐谐音宇宙，听过吗？就是大家围绕他这个名字玩了一整套谐音。最常见的2个，一个是诚意，真诚的诚，意思的意；另一个是诚意，成功的成，亿万的亿。前者偏文人风，后者偏粉丝许愿那种 style 哥哥的播放量必须诚意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饭圈给艺人起昵称这件事，其实是中文取名文化的一种延伸。汉字这东西本来就是音、形、意3套系统并行，一个字能拆出3层意思来，所以谐音梗在中文环境里特别茂盛，不是无聊，是有土壤的。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，程颐这2个字不是他的本名，这只是第一层，我们再往下剥。第2层，媒体没怎么提的傅诗琪，他本名叫傅诗琪，傅是姓，诗琪是名。我第一次认真看这3个字的时候，是查《诗经》查到的。不瞒你说，我刚开始也没 get 到，我以为琪就是个普通的字，可能就是好听。后来翻到《诗经·卫风》的齐豫篇，整个人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感觉像是突然把一扇门推开了。齐豫原文是这么写的：瞻彼其玉，绿竹依依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看那淇水的湾那边，绿竹长得多茂盛。有位君子，他的修养是像切磋玉，像琢磨石头那样，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。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里赞美君子的一个源头级的段落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这8个字，后来变成成语，专门形容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修养。诗琪，诗经的诗，淇水的淇，这2个字组合在一起，落在卫风这一篇上。这不是随便取的名字，这是有家学底子的家长认真翻过书才落笔的。而且对了，这里得插一句，他还有个妹妹叫傅诗媛，诗琪、诗媛放一起，你品，你细品。诗、媛、琪拆开是3个字，合起来你读快一点，诗情画意。这个我自己也是看到资料才反应过来的，凭印象说别太当真，但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他们家长在取名这件事上是经过反复斟酌的。中国老一辈给孩子取名讲究取字典籍，这是一种很深的家教传承。傅家这2个孩子的名字把这个传统接住了。等一下，我刚才说卫风，没说错吧？对，齐豫是卫风的篇目，不是背风。我经常把这2个搞混。如果有更熟悉《诗经》的朋友在听，发现我哪里讲差了，评论区指正啊。第3层，真正的密码，名字怎么变成了人设？行，继续。如果说前面2层是原料，那第3层我们要看的是，他这16年是怎么把这个名字演成真的的。回到艺名程颐，程颐这2个字单看是个名字，但放在他整个职业轨迹里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程颐这个词像影子一样，跟着他出现在好几部戏里。最典型的2次，一次是《底线》里的周易安，法官，年轻，轴，认死理。剧里他有一段戏是反驳别人的，大意是做这一行不能只看流程，要拿诚意对人。另一次是《深浅》里的云鸿深，
完全不同的人物，深沉、隐忍，心里有事儿。但他也有一段戏是自我袒露，说自己做这件事靠的就是诚意二字。同一个词，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，一个是反驳别人时说出来的，一个是承认自己时说出来的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这种现象，专业一点叫跨剧 callback， 本来在演员的职业里是很少出现的。因为剧本是不同编剧写的，他自己不可能控制每个角色都说诚意这个词。但巧就巧在，这个词只要从他嘴里出来，观众的反应永远是他在念自己名字。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演员和名字之间的反向绑定。一般是演员去成全名字，他这边是名字反过来在成全角色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就是为什么他选剧本看起来慢。很多人说他这几年作品节奏不快，没有像有些同代演员那样一年3、4部刷量。从外面看像是红得慢，但你换个角度看，他走的是一盘大棋，慢棋。每一步看着不出格，回头看是一盘有布局的棋。火候没到的剧本他不接，火候刚刚好的他就接。这是一种很有定力的打法。说到深浅，顺便提一句，这部戏他和刘欢老师有大量对手戏。刘欢老师那个段位，年轻演员碰到一般是会被压住的。但据我看到的现场反馈和片段，他俩的化学反应是互相拖的，食材好，厨子也好，这道菜越品越有味。这种合作机会是要演员自己的底子撑得住才能拿到的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他为什么红得慢，真正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红得这么稳。第4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慢慢打开的人。讲到这里，我得往人本身走了。很多老粉会有这种感觉，前几年的诚意和最近1、2年的诚意是两个状态。早些年，大概流离之前那段，他给外界的印象是腼腆型，采访话不多，综艺感不强，活动上不太会接梗，问什么答什么，标准答案居多。那个阶段，外面有些声音说他无聊不够会来事，但你要把这事儿放回当时的环境去看。一个出身不算资源型，公司也不算顶级的年轻演员，刚进圈那几年，他能掌控的东西非常少，所有精力都得砸在演戏本身上。在那个框架里，任何演员都很难分心去经营综艺感。这不是性格缺陷，这是他在打地基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然后这2年，尤其是沉香如屑、莲花楼之后，你会发现他变了。变在哪儿？变在他开始主动玩自己名字的梗了。诚意，这些以前是粉丝在玩的谐音，现在他自己在采访里，在活动上会接，会笑，会顺着调侃。深前宣传期里，他甚至有那种 freestyle 一点的回应方式，不再是早年那种紧绷的标准答案。这话我想了想，说变了可能不准确，我换个说法，是打开了。他骨子里那个人没变，只是过去那层因为不安全感而绷紧的壳，被作品一步一步撑松了。装备齐了，打法也对，人就敢松下来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慢热型艺人的成长曲线。你硬要他在出道第3年就会玩梗，他装也装不像。得等作品立住，口碑落地，商务跟上，团队也成熟了之后，他才敢从那个专注业务的小透明位置上慢慢走出来。作为粉丝，我想说一句啊，我承认我有偏爱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这种慢慢打开不是讨好谁，是底气够了之后的从容。讨好的人是紧绷的，从容的人是松的。看一个人是讨好还是从容，看他笑的时候眼睛松不松就知道了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我们回到最开始那句诗，瞻彼其玉，绿竹依依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2000多年前的人写下这8个字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修养是怎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傅诗琪这个名字本来就出自这里。诚意这16年走的路，刚好把这8个字又走了一遍。切、磋、琢、磨，一刀一刀，一年一年。
不着急的人从来不是走得慢，是走得稳。